油锅正在沸腾之中，啪一下，那个油锅的油就溅起来，就溅到小女孩的脸上，当场双目失明。满地打滚的时候，就遇上了个疯狗跑过来，上去就咬。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恶缘呢？这么残忍啊！有一天，有个10来岁的小女孩去逛她当地的集市，她呢走着走着，这个前面有一个卖现场做炸鸡的一个摊，这个香味很好闻，就吸引她过去。里头可能飘着一些炸的鸡块，哇，好香啊！就顺着这个觉得这个香味从这锅里出来，就这样，前面个锅低头去看，结果做炸鸡的这个男老板呢，这炸鸡他们不是用刀拍还是什么弄的，加工了一块鸡肉之后有点大，啪往油锅里一扔，油锅正在沸腾之中，啪一下，那个油锅的油就溅起来，就溅到小女孩的脸上，当场双目失明，多半个脸烫得失去了人形。哎呦，这小女孩痛得打滚啊！这个炸鸡的人吓坏了，哎呀，周围人都围过来看，很多人就骂这个老板，你不长眼，你把这小孩给烫坏了。老板说，我不知道这是站了个小女孩啊，我今天我习惯的是不是往上搓点面弄拍两下我就往扔，结果扔出去才发现锅旁边站了个小女孩，小女孩正在我扔的这个时候是低头往下看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多寸多巧啊！我这个肉扔进去的时候是她头最低的时候溅到了脸上。哎呀，你想这小女孩呢，痛得满地打滚了。满地打滚的时候，她滚到哪大街上，她不知道怎么弄，一碰一掉一层皮就会掉，就遇上了个疯狗跑过来，上去就咬。哎呀，最终的结果告诉大家，一只胳膊和一条腿都被咬断。有些狗可厉害了，它咬住不松口啊！你往死里打它，你拿铁棍打它，它就咬住就不放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食肉动物的一种特性。它认为是猎物科学角度来说，它的肾上腺就开始飙升了，它的凶残的感觉就出来了，它处于叫狩猎状态。但它咬住就不松口，就为了得到猎物啊，它为了养活自己啊。所以众人怎么打没用。你想这小女孩这真是今天倒了大霉。那有人问我，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恶缘呢？这么残忍前世的故事是这样的，这个小女孩的前一世是个年轻的男生，17、18岁，小风流，长得就是一般，但是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乡下孩子。可是他呢，就暗恋上一位他们同村的比他小2、3岁的小女生，一个很可爱的孩子，叫做荷叶。可是这个荷叶呢，并不喜欢这小男生。这小男生姓郭咱们把他叫郭小生。荷叶并不喜欢这郭小生，觉得这小子油头滑脑，不务正业。但是呢，这郭小生呢，对荷叶是越追不上就越痴迷。你看又像猎物吧越追不上越痴迷。有时候恋爱就是这样，结果一直想方设法去观察跟踪，反正就是对这个荷叶念念不忘，抽空去盯着人家，看人家在干啥，和谁约会，今天吃的啥，今天打扮怎么样，总想和人家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。这荷叶又不喜欢他呢，就总躲着他。这郭小生其实也挺没趣儿，但是郭小生得不到手绝不罢手，处处跟踪观看。这个女生吧，比如说在自己院子里头工作，他就趴在墙外头悄悄往里看，这干嘛呢？这有一回一看不得了，女孩正在洗澡，这看的这个痛快啊！哇，这个身材不错呀，三围不错呀，比啤酒桶好多了觉得挺美。但是他发现女孩
身体上有个特征，这个女生呢屁股上有块红色的痣，痣通常是天生就带来的，娘胎里带来的。看完了之后，他突然觉得有点觉悟点什么事儿。第二天他正在游手好闲的走，突然间撞到了他们村的媒婆，就专门给人拉媒说亲的这样的老太太。遇到媒婆之后说：“哎，大姨，你干啥去啊？”“嗨，别提了，我要给荷叶继续说媒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替他找了10来个了，人家都父母亲托我给他说媒，一个赛一个的好，不像你游手好闲，是吧？不干正事儿。”郭晓生说：“我游手好闲？我告诉你，荷叶早看上我了。”媒婆阿姨怎么说？“拉倒吧，你骗鬼去吧！他看上猪也看不上你呀，怎么跟你好？哎，你还不信？大爷，你还不相信？我们真的好了，这是他隐瞒着大家呢。如果你不信，你问他，他的身体上一个秘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亲眼看见的呀。他的左屁股蛋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你不信去问问他，你再找我，等着喝我的喜酒吧。这么着哈，先托你，不用给别人说了，你去给荷叶他妈说，我正式向他提亲。如果他妈不答应，我将我们俩相好的事告诉乡亲们。”这说的这么振振有词的，还一脸正经的，底气这么足的跟我说，哎呀，这媒婆也觉得什么真的假的？这混蛋小子，你给我等着哈！就赶快就到了荷叶家，荷叶叫过来，叫上他妈妈一聊，那姑娘一听就脸就红了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是吧？以后你这别到我们家来说媒来了。他说人家说的是振振有词啊，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红痣啊？姑娘一看，哇，吓了一跳啊！姑娘的妈妈都吓坏了。孩子啊，说咱们是正经人家哈，这你不可以胡来啊！你这给我们祖宗八辈丢人啊！这个是因为他妈知道他屁股上确实有痣啊，这不你不跟人相好，怎么知道你屁股上有个痣？你不能干这种让我们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啊！你怎么办呢？这那边就哭，妈，我没有这事儿啊，对不对？要不呢，你那屁股怎么人看见呢？我不知道呀。哎呀，他妈也是一脸疑惑，这个其实一边骂孩子，一边想着到底是这坏小子怎么知道的这事儿？其实很简单嘛，过去古代我们这个房屋这个结构没有现在做的严实，就是很多窗户缝、门缝都那么老宽，说屋外刮大风，屋里刮小风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姑娘洗澡被人偷看了，而且编了谎，还告诉了媒人。荷叶的妈，哎呀，觉得老脸通红啊，这到底孩子有没有干些这些事情，就说不太清楚。那荷叶真的是有苦难言了，哭了一整晚。第二天把哭的是爸妈都听累了，睡着了，他自己跑河里自杀了。跳河前的意念是什么？要报复这郭晓生。这个荷叶死了之后不久，郭晓生就被他把魂灵弄去，就死了。那是第一次。现在知道的是第二次。荷叶转世变成了炸鸡摊的老板，被烫瞎眼睛的小女孩是谁呢？郭晓生。这事儿就了了吗？还有1万次。为啥伤到他的眼？你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你别乱说呀，对不对？你想，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这么被冤枉死了，她的父母兄弟的感受是如何呢？她的妈妈
2年之后又死了，怨恨了。爸爸气成了重病，所以这种仇恨的感觉放大了10000倍之后，就慢慢修理你，这一下就是10000次。所以让他该惩罚的时候，就加重了这种伤害，就让他祸不单行。夫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就你越倒霉，这个坏事就跟着来。所以有很多人，比如说你正在走着路，突然上头掉下个木头砸到你头，说打死了或者砸伤了，你想想这是不是有个原因呢？一般的原因说，上头安装木头不安全，是不安全，为什么天天砸在你头上呢？它早不掉晚不掉，钻到了你头上去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所以在佛门讲这叫因缘，返回来读就是原因，就是这个事物的呈现一定是有原因，现在你的反应就变成下一个结果的原因。接下来你就打鸟吧，打鸟，又形成一个新的因果。对，佛陀早就教化我们，若知前世因，现在受者是；若知来世果，现在做者是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因果的关系，我们欠债就要还债，才能避免更大的伤害，这就是出路。所以要学会把控自己的心，一心向善，不作恶，忏悔之前所做的错事，从现在开始不再去伤害。在骂别人的时候知道懂得嘴下留情；贪心伤害来的时候呢，手下留情。那么减少了伤害就是积德。怎么样早还到过去的罪业呢？更好的方法呢，去行善，做善事，还有呢，不贪便宜。凡是好机会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可能是倒霉的时候来了。等你感觉倒霉的时候来的时候，其实光明就在背后跟着你。希望你无怨无悔，坚持自己正确的道路去走。地藏经中描述，人的业力如同须弥山一样巨大。如果我们修行了一辈子，业力仍然无法还清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哈。请问我们活的是现在还是活到了未来呢？现在。明天还没有到来。第一个危险是，明天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一个活着的你，每个人都不敢说。那你说明天也太快了吧？但是说明年呢？不管你年龄是几岁都不一定。没有发生的，其实也是最危险的。今天你以为是自己的完美的，有一小女生来说，未来一结婚，你生个什么样的宝宝呢？你可以给自己定制一个。你想的那么完美，事实上呢？就曾经在温哥华，一位女士，她父亲跟我修挺多年，这个女儿什么都不信，她已经生了2个宝宝了。完了问我，她很冷血的问我，你看我适合再接着生宝宝吗？我说不适合。我就这么问他，我和他也没怨没仇的，非常清净的心。他问了我，我就真正帮助他才回答他。我说不适合。那么几个月以后，他又来找我，师父对不起，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为什么对我说对不起啊？他说我记得问过你说最好先不怀孕，可是他说就是自然就怀了。我说哎呀，也许就是天意吧。他说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主要是信科学，啥都不信。我说你不信干嘛问我呢？
他就想见证一下你的看法和最终结果是否一样。那就试一试。再过了几个月之后，孩子生出来了，他抹着眼泪告诉我说，孩子他的心脏多了一个洞，少一个右肾。师父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你此刻的心情呢？哎呀，痛啊，从来没这么痛啊。我相信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吗？如果是个东西，大不了买了不好退货或者扔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生的孩子，你拿我来做个见证，证实的结果会让你和孩子痛苦一辈子。我们的债如须弥山，佛说的也不会骗你，因为那你会说为什么，是吧？请问你的起心动念都是在爱他人吗？你起心动念爱一个帅哥都是为了自私啊？你起心动念会爱一个老奶奶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以为没有伤害，其实都是伤害，你的意念都是伤害。我们还不自觉，就有的时候大祸临头之前还跟你说，我算卦的说了，我长命百岁。不一定，没有发生的都是不一定的。就算是今天你成为世界首富，也请你夹着尾巴做人，老实一点，不要傲慢。有钱多做功德，没钱就多念佛。所以就算自己认为是个大富大贵功德无边的人，你更应该去布施。就像地藏经中是这个佛陀在经中教化我们我们还要微笑，亲自的将食物将钱财还要面带微笑的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还要说非常温柔体贴的话语，还把自己的财布施送给人家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在对明天和未来铺路